Hello， 大家好，我是维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属马的过去几年都享有了还蛮不错的一个运势。那今年呢，它又会遭遇怎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在进入正题之前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你不是只有一个生肖。可能按这个视频进来啊，是因为你是属马的，就是说你在马年出生。那其实呢，我们在八字的角度啊，你是还有其他3个生肖的。那如果你是属马的，你不喜欢今年的这个运势，那记得要去找其他3个的生肖是什么啦？因为可能啊，这些3个呢是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呢。那我们要想知道这4个生肖是怎样来，这里就有一个八字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呢，这个马呢是可以出现在年、月、日、时。那这4个部分啊，代表的都不一样。年呢，代表的是你的社交圈子；月呢，代表的是你的事业；日呢，是你的个人或者你的感情。那时呢，讲的是你内心的想法，或者你下属、你的孩子，还有你的资产。然后你看到八字里面有其他生肖的话，记得也要去看我其他的生肖视频，我都会针对这个生肖出现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的一些情况。好，那属马的这个视频呢，就有点不一样。我们先从凶星开始。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年马啊，它的凶星啊是超级多 ，OK， 这是一个坏消息，我要先让你知道啦。OK， 我们一一来看有什么凶星。那第一个我们叫灾煞，那第二个叫大煞。OK， 这2个啊代表的都是有一些灾祸一个非常混乱、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啦。跟你会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或者甚至一些意外或者一些天灾这样子。有什么天灾？可能是水灾啊。好，那第3叫血刃。OK， 血刃它就是会把你可能已经很糟糕的情况再恶化一点点 ，OK， 有点落井下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第4个凶星是飞廉，它代表的是飞来横祸，所以它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星，也可能会导致你比较容易碰到一些意外的情况。第5个呢，我们就叫上门的一个凶星。上门它不代表就是有人要死掉了，它只是说你可能好像古代的话，你可能去一些丧礼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感染一些细菌或者一些病毒。OK， 因为以前的卫生情况没有这么好，所以这个代表啊是你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你的身体的状态会比较弱一点点。那第6个呢是一个叫鸿雁，鸿雁呢是你可能会遭遇一些两性问题，可能是感情上的，也有可能是你到一个骗子，或者他可能用情色陷阱桃色陷阱啦来让你跌入进去，然后导致有一些问题出现。然后最后一个呢，还有一个叫浮沉的凶星啊，就是说啊，你在遭遇了这么多的这些灾难，还有情况这些意外，还要再加多一脚 ，OK， 它给你一个浮沉，对 ，OK， 你的情绪很波动，很不安。在今年啊，龙年呢，你真的会遇到很多情况，会是一些特殊的意外，一些情况导致你整个人会比较混乱，或者比较难专注在你要做的一些事情。那有没有好消息呢？那其实是有啦 ，OK， 不是只是坏的，因为马呢也是有一堆的吉星啊，是可以来应对这些凶星的。第一个我们叫解神，还有第2个叫天解。那这2个啊，你看到有一个解字，你就知道啊，他们其实是让你化解危机的一个吉星。它是怎样会出现呢？就是说你可能遭遇了不好的事情，那这个解神或天解是要你出现了这个情况过后，它才来帮助你。就好像你已经快要绝望了，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已经不懂要怎么办了。突然间有一个转机，突然间那个危机就化解了，就没有事情了。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啦。然后接下来呢，第3个还有第4个一个叫八座，还有一个叫凤阁的吉星。那这2个呢，其实都是让你的身份地位突然间被升级，然后把你带去一个内部圈子或者一个小圈子的一个情况。那你会觉得好蛮特别的嘛？对，你可以看到最后一个吉星啊，是一个叫太极贵人的。那这个太极贵人其实也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情况，因为它升级你的这个灵性，你对人生的态度，
他有一个学习能力在这里。很快我们就迈入到了2024年，也就是甲辰年了。那如果你想在今年呢，比别人更快速的了解到在这一年呢有什么机会或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这个网络直播的一个活动，我叫启动2024年。它的日期呢暂定在2024年1月7日。的下午1点到3点，我们会分析整体的这个运势。2024年呢，你要怎样通过一些风水的布局，来让自己挖掘到更多的一些财富机会，可以去拿到更多的一个好处。那当然还有我会分享就是关于2024年它有的一些隐藏的危机，可以让你呢可以先避开这些危险。让自己不会做错的一些决定。回到个人方面的话，我也会提供一些个人在事业方面如何去启动那个能量，一个整体的一个能量启动。最后呢，我会再分享你在迎接九运，因为我们都知道2024年呢，其实就是九运的开始的一年。OK， 所以2024年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会分享3个在迎接九运的时候你需要懂的一些秘诀啦。OK。那我本身会利用完八字、奇门遁甲、风水，还有易经的所有内容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这个活动我是可以提供你一个无限的重播。OK， 我知道很多人呢可能工作或者生活、家庭都很忙，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在当天呢参与这个活动。那不用担心，我可以给你一个无限的重播。那你过后你要看多少次都可以。OK。那另外呢，我还会再送一个神秘礼物 ，OK， 在这个活动里面，那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神秘礼物啦 ，OK， 那是至于什么呢？你就要参与，你才会知道了。那最后呢，我还会再给一个所谓的启动2024年的一个手册。那你就会问这个活动大概多少钱呢 ？OK， 我其实只是收一个$19的一个价格啦。OK， 如果你想购买的话，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资讯栏，或者在留言区那边，我会放一个购买链接。希望在当天可以看到各位，谢谢。所以你结合这些吉星跟这些凶星就是说你遇到这样多情况它其实都是要让你来升级的啦，然后进入到更高阶或者更高能力。在今年呢，你要记得所有的挑战、所有的难题、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是会过去的。你不要忘记的，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凶星会让你感觉很不安、很混乱 ，OK， 但是你也有一些吉星来帮你做一个化解，来解开这些结，让你没有这么的难受了 ，OK。然后第二点呢，你要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野去看待这些挑战，你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还有你现在的一些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那个八座还有凤格，还有太极贵人，其实都是把你带到更高的一个层面，把你带到更高的一个圈子来看待你可能面对的问题。那举例可能就是说你钱赚的不是很多，如果有一个问题需要你出100块，所以你会觉得那100块哇很多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但是呢，因为这些吉星把你升级去看了这个问题，当你升级到你的视野被打开，去到更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100块罢了嘛，也不是很多钱，就是说这个问题还是在，但是呢，你会觉得没有这么大了，这个问题反而变得比较小，因为你已经站在比较高的一个维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啦。我们有时候改变了我们一些视野，我们的一个看事情、看问题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感觉比较容易解决啦。那第3点呢，我还是要提醒的，因为这些凶星都是比较肢体上的，直接影响你的。所以我会觉得所有事情呢都要以保险或者保障为最重要啦。基本上我都建议不要进行太高风险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户外活动或者一些高风险的投资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小心驶得万年船那今年属马的就是要走这样子这个路线，你要先撑过这个比较不稳定的一年啦。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会针对这个马呢出现在你的八字不同位置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的一些情况，还有我可以给你的一些建议啦。
那首先在年的话，因为年啊，它是你最外在的情况 ，OK， 所以也是最容易啊，让你会接收到一些意外或者一些天灾或者一些灾祸。那我会真的觉得属马的，你真的不要去进行高风险的活动啦，好像去高空降伞啊，还是去冲浪啊。我觉得你就以保守、以安全为上，去过你今年就好了。那如果来到月份的话，我觉得呢，因为它影响的是你的事业，所以你的事业啊，可能就会有点像一个灾难这样子。所以它的寓意是什么呢？它就是要你去学习，要去如何管理这些危机。其实每个公司或者每个工作啊，都是会有危机出现的。那今年呢，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让你遇到啦。所以你就要去学习啊，怎样去应对，要怎样去管理这些危机，让它可以跨过去，你们的公司可以走过去，去解决这些问题啦。那其中一个方法啊，就是你要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视野 ，OK， 更高的一个角度。如果你是打工的，你可能就要站在老板或者主管的位置啊，去看，如果是他们的话，他们会去讲应对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老板的 ，OK， 你已经最高了，你就要去找另外一个人呢，给你一些建议，让第三者，就是说他帮你带到去一个更客观、更高的一个层面来看你现在真的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会比较容易被解决。好，那如果是马来到日的话，我会建议呢，真的你要多照顾你的身心健康啦，无论是你个人的身体上的健康情况，还有你的心理上也是。那在伴侣方面啊，如果你是有伴侣的话，很有可能呢，他也是可以给到你的一些扶持，或者一些建议啊，来帮你度过你可能在面临的一些困境。那如果马出现在10的话，它影响的是你内心的想法 ，OK， 所以可能啊，你内心时常都会觉得哇，一场灾难，很多事情，很多问题，全部一起来。因为10影响的是你如何去想这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有负面事情来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当成是只是一个事情。OK， 你不要把它标签为好或者不好。当它没有标签的时候，你把它变成中立的时候啊，你其实就不太会被这个所谓的负面影响。你只是把它视作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个客观的事情啊发生了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去面对它，去解决它。你就是要去主导你如何看待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事情，或者你所面对的一些人呐，因为这个10的话，也是你如何看待你的员工、你的下属，还有你的孩子。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他们是 is a disaster 这样子，他们真的是一团糟。OK， 但是你可以不用这么看的。OK， 你可以改变那个想法，可以改变那个看法，那整个事情呢就会迎刃而解，所以你就启动到了那个解神或者天解这2个吉星啊。那关于你的投资啊，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啦，就是说你真的不要觉得这么负面，那你就要从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啊去看它，那你这些事情呢就没有事情了。好，那以上呢就是属马的在今年啊，它可能会过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年啦。那希望啊，我在这个视频里面给的一些建议啊，可以给到你们的一些帮助啦。如果你身边有属马的朋友，记得要把这个视频啊给他们看啊，分享给他们，那他们可以啊更好的去应对这2024年啦。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要点赞还有留言啊，让我知道。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